人活于世，免不了人情，人情复杂了，就成了事故。被挫败，丧失目标；被诱惑，麻木不仁；被摆布，失去棱角；被打击，遍体鳞伤。人生这条路，人心隔肚皮，打交道不容易。我们从小到大呀，要学习很多的技能。虽然这些技能呢，有的相对容易，有的呢相对复杂，但是一般呢都得需要有人教。你拿简单的来说吧，就连咱们从小学习系鞋带、学习叠被子、学习穿衣服，恐怕都得父母教我们。可是唯独有一样技能啊，好像不用人教，好像自来就会，而且随着年岁增长啊，越练越精。什么呢？撒谎，就说谎话。我想大家可能都不记得自己第一次说谎话是什么时候。你越是不记得，越说明什么？你第一次撒谎啊，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且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呢，你会发现你撒谎啊，水平比过去逐年的在提高。所以有一些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啊，说我们人这一辈子，只要你跟别人交往，那么平均每10分钟你就得撒3次谎，说3次谎话。有的朋友说有那么多吗？咱随便举例子吧，比方说人家约你说咱们明天晚上一起吃个饭呢，你不想跟这人见面，你会张嘴就来，哎呀对不起，明天晚上我有事儿。其实你没事儿，这不是撒谎吗？在饭桌上点菜，说这个鱼你怎么样？明明你不爱吃，你为了显得你不挑剔啊，我啥都行，我啥都行。其实这个菜上桌，你可能一口都不动。这到礼拜天了，你妈妈说今天给你相亲，你去见对象去。今天有事儿，说什么事？我加班。其实你不加班。你女朋友问你说我跟范冰冰谁好看呢？你这还用回答吗？你可能张嘴就来，你比范冰冰还美。所以就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这撒谎啊是家常便饭的事。那么为什么我说它随着你的年龄一天天长大，那么你撒谎的水平会比以前高呢？这不光是你的心智成熟了，你掌握了更多的技巧，还有很重要一点，现实会给你一定的教训。什么教训呢？你看我们经常说美好的东西呢有3样，就是真善美。可是你发现呢，我们周围的人呢，追捧善和美的人多。比方你夸老梁这人很善良，说某某这人很美，你说这话的时候，被夸那个人高兴吧？那么夸人这个人呢，同样获得了对方的一种好感。也就是说，你吹捧别人善和美是个皆大欢喜的过程，大家都高兴。比方说他这个头衔是不是真的呀？他是不是真有这2下子呀？他那次说那话是不是真话呀？所以我说在我们这个环境下呢，吹捧善和美是皆大欢喜的，但是追求真求真容易有人受到伤害。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呢，为了能够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很多人就放弃了求真，改成说谎。我们看很多评奖啊，很多的社交场合啊，很多人讲那话，说实在比我这肾都虚。为什么呢？他不想得罪人，想求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凡是求真，往往在这个社会里头，你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前2天我参加了这个金扫奖颁奖典礼，结果那个最令人失望的导演奖颁给了王宝强。难得的是王宝强到现场来领奖来了。第9届金扫帚奖最令人失望导演王宝强。让我看清楚那个是宝宝吗？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欢迎王宝强！王宝强！哇，宝强！太棒了，让我们用为宝强的这个勇气点赞。他真的是我们金扫帚颁奖典礼到现在9年来第一次有一线的演员直面这个奖项，非常有勇气，太不容易了，太了不起了。这个很出大家意料。有人说这是王宝强情商高的一种表现，而这种金扫帚奖颁给谁，谁基本上都不愿到现场领奖。所以这个奖项不可能办得像金鸡奖、百花奖是那么隆重，那么皆大欢喜。因此呢，我们生活当中有一句很极端的话，叫什么呢？说你呀，说假话你早晚得完，说真话你马上就完。
但是这话呢，我觉得有些偏激。可是很多人呢，也把这个当作生活一种信条，说我呀赶上这时候啊，我能撒谎我就撒谎吧，我就说谎话吧。因为这个说真话呢，可能眼下我就够呛，付出的代价要比这个说谎话的代价要大得多。但是今天在我们这期良知节目，老梁要掏心窝子的告诉你，说谎话你付出的代价可能比说真话要大得多。只不过说谎话付出的代价它是有滞后效应的，有可能现在没有报应，但以后会有一些连锁反应，你将会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本如来神掌秘籍是无价之宝，我看与你有缘，收你10块钱传授给你吧。Stop！ 说如果没有这货在我年少懵懂之时对我无情卑鄙的说谎，那么也就不会有我接下来的这一幕。这一幕，身为一个文员，戴金丝眼镜是很合理也很合逻辑的。那一幕，人间不拆呀，老铁。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明星肇事逃逸还找人顶包，你拆不拆？对于奥运冠军酒驾超速还捏造事实，你拆不拆？你拆不拆？拆不拆？本期良知掏着心窝割着肚皮的告诉你，人间拆不拆？说谎该不该？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就给大家说说，如果你撒谎，如果你不停的用谎言来圆上一个谎言，你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为什么我说撒谎有时候可能比说真话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而且后患无穷？我们首先说谎呢，你最直观可能付出的代价是你利益上的损害，物质上的损害。有的人说我说谎可能暂时的骗住一些人，我有好处啊。可是你想，世上绝对没有永远能够圆得了的谎言，纸里是包不住火的。一旦你这个谎言败露之后，你受到的打击和伤害，那可能比你当初撒谎获得的利益要大得多得多。咱随便举个例子吧，这个2年前就是巴西的里约奥运会，当时呢我那个时候在直播体育评书，那时候就关注到了一件事儿，就是美国呀有个游泳运动员叫瑞安·洛赫特，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运动员，也有赞助商也有什么的。他呢去参加奥运会呢，还获得了游泳项目的金牌。获得金牌之后呢，他跟2个队友啊就上街去玩，在这个里约旅游，结果出了事儿了。出了什么事儿呢？这个瑞安·洛赫特呀对媒体说我们呢知道里约治安不好，我们也挺谨慎，可没想到从出租车上下来呢，就被一个歹徒啊拿枪指着我们脑门，把我们钱包啊、银行卡呀什么的都拿走了。完我们报警了，警察来了呢，不及时的抓这些坏蛋，反而到现在还把我那2个队友扣到警察局，在那儿录笔录呢。结果他这个事儿对媒体一说，可通马蜂窝了。为什么呢？因为各个代表团呢，对于这个巴西办奥运会啊，都有些微词啊，说这个地方场馆没修好，那个地方游泳池水脏，这块社会治安不好等等。结果这个事儿一出，一下子使很多人呢想到自己在巴西不愉快的经历，于是一呼百应。然后美国奥委会的人呢，得给自己运动员撑腰啊，马上就是跟这个组委会，是里约市的市长，组委会的这个主席说这个事儿。结果这组委会主席受不了了，得赶紧跟警察局问问怎么回事。结果一问，警察局说不对，事情不是那样的。说那你先把人给放了。不行，我们不能放人，这里边有事儿。后来一调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瑞安·洛赫特不是得了金牌了吗？很高兴，就跟2个队友啊花天酒地的就吃喝玩乐。就喝了点酒呢，他们在美国国内啊都是这个汽车的爱好者，在巴西街道上一看有的地方也没有人，来劲了，租着车开始飙车，酒后驾车还飙车，一下子被巴西警察给抓起来了。可是抓起来之后呢，这瑞安·洛赫特呢先把自己保释，出来之后呢，他就想这个事儿说出多丢人呢。可是呢，你这没回来，你总得对这个代表团有个解释嘛。所以他想撒这么一个谎，就是搁这事儿能把这盖住最好。可是我说他的智商实在不高，这种事儿他说出来了，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反响，甚至是外交领域的反响，能轻易遮过去吗？所以最后真相揭出来之后呢，
代表团得向人家组委会道歉，说我们运动员这个道德水平有问题。结果呢，瑞安·洛沃特本来得了金牌了，有10万美金的奖金，收回。因为美国代表团认为他这个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你不诚实，你撒谎。再有他身上大概有个200多万美金的这个赞助费用，同时他得了金牌呢，人家还要追加，结果因为这个全撤掉，就都没了。所以你想想，他这一撒谎，他暂时想保住自己的公众形象，可是这些后果呢，使他不仅没保住自己的形象，在经济上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说，你不要以为撒个谎，说这阵过去了就没事了。今后如果这个兜底翻上来，你的损失会更大。所以我说，首先说谎言最终给你带来的利益上的损失，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在我个人看来，谎言呢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损失是什么？信任上的损失。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你会发现你交朋友往往有这么一条，说为什么我愿意跟他交往？这个人实诚实在，什么事他不骗人，我跟他在一块儿我心里有底儿。你看我们很多的单位都有这情况，比方说你一到一个单位，你会碰上这么样的人，哎，对你非常热情，也会说，弄得你乐乐呵呵的。一开始这样人的人缘特别好，但时间长了，大家发现他不真诚，他虚伪，一点点他人缘就不行了。我身边朋友里就有这样的吗？我们有的朋友就指责他说你一点都不真诚。为什么？比方说朋友的孩子明明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我们也看出来了。你像我有时候就会跟他的父母交流一下，这孩子教育你要怎样怎样。但是我这个朋友呢，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当他的父母都说，哎呀，你这孩子真乖，真优秀，我认为这就不真诚，你不是真正为朋友好。时间长了，你会丧失这种信任，会出现信任危机。而这一点呢，不光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国现代社会呢，越来越进入一个诚信时代。就如果你真什么事情都不真诚，你很难获得其他人认同。而这种东西呢，在西方很多国家呢，早已经成为一种定论了。所以在西方国家呢，很多人认为这种诚信是第一位的。你看咱们很多朋友啊，到国外就办签证，办签证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比方说美国签证，他特别在乎的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你填的信息是真是假。就是你要如果是虚假信息的话，要被人家发现了，那基本上你这个签证是没戏的了。你看咱们很多朋友看过那个吴秀波、汤唯主演那个《北京遇上西雅图》，那里边汤唯演的角色不就是大肚子想去美国生孩子吗？因为美国是落地公民权，想让自己孩子在美国生，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结果呢，他在填这个出境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就没有说我到美国呀，是为了生孩子，他隐瞒了这个信息，还把自己肚子里3层外层这么裹着。结果到了海关呢，发现这个事儿。那如果不是那吴秀波啊到来给他解决这些问题啊，他可能直接就给遣返了。就说到美国生孩子，在美国也不违背法律，就你实话实说，人家海关也不会为难你个孕妇。但是你撒谎，这是人家海关不允许的。他觉得你这个谎言是最大的危害，你这事能撒谎，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啊？所以说这个诚信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你丧失了别人的信任，你撒谎，别人对你信不着了，那可能一连串的危机都在等着你。其实呢，你像我们国家呢，也对这个东西越来越重视。你比方说这个在中国香港，当年我们都知道谢霆锋刚成名的时候，那大帅哥年少轻狂，晚上出去飙车去，结果把人隔离带给撞了。我记得这是2002年的事儿。结果他呢，出于保护自己形象，当然也在公司也在背后运作。英皇公司呢，给他弄了一个司机，就说这司机啊给撞坏的，不是他弄的，来保护他的公众形象。结果呢，偏偏现场有目击证人，各方面证据都确认就是你谢霆锋干的。结果当时谢霆锋太被动了，那几乎所有的报纸杂志当时都把矛头指向谢霆锋，你撒谎，你不诚信，你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信赖，不值得我们追捧你。最后呢，谢霆锋这个司法判他是强制的240个小时社区服务，这是对他属于宽大处理。也许就是经历当年这个事儿，现在你再看谢霆锋呢，老成持重了，也不在乎自己帅哥形象了，在演技上呢能够是深耕细作
后来这不也得了金像奖吗？就是普遍的，我们大家对于撒谎的公众人物，大家这种信赖感是没有的。我们现在你看哪个明星、哪个公众人物，如果大家知道了他明确无误的说谎话的行为，大家对他的社会评价必然会降低。你同样，我们再说到一个跟我算同行吧，高晓松。大家都知道高晓松当年这个酒驾问题，在这个酒驾被警察抓获的现场呢，警察按照司法程序得拿出来那个测量酒精那个仪器，说你吹一口怎么样。高晓松当时不用了，我确实喝酒了，我认罚。其实这个过程被媒体曝光之后呢，很多人还对高晓松产生好感，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人家不遮不躲，不因为自己是个名人啊，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就躲躲藏藏。既然我做错了，我就勇敢的面对，我不撒谎，我真诚。后来呢，虽然是在这个牢里边服刑了那么长时间，但我们也知道，高晓松出狱之后呢，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高峰。就是可以说呢，如果当年没有酒驾这事儿，小松现在会不会这样呢？当然历史不容假设，谁都难说。但是他那一个事情，确实在一定程度，由于他诚信面对，在某一方面给他多多少少加了点分。也正是他勇敢的面对呢，真诚的面对呢，人生给他带来的这种惩罚，可能他后边就会有相应的福报。就是你遭多大的罪，就会有多大的造化。当然我们不提倡这种违心的说法，但总之你真诚的面对自己人生的过失，你不去撒谎，我想老天爷是看在眼里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说谎话，第二个最大的危机就是我说的这个信任危机。而且这个信任危机啊，它不是在一个点上报复你，它可能会在多个领域多个点上对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击。一旦形成这个效果，你就翻不了身了。就像我们知道狼来了的故事，那孩子喊几回狼来了，没人信了，狼最后来了，真就把他吃了。所以我说，不要以为你说了谎话度过眼下的危机，那危机在后边等着你。那么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老梁啊，你呀站着说话不嫌腰疼。那我也不想说谎，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啊，你不能不说谎啊。比方说有的时候善意的谎言，你像某个朋友女孩长得很胖，买件衣服穿着那特别紧，我问你好看不好看，你说你说实话说真话，那得多伤害她呀。那我就善意谎言还行，挺好，这不皆大欢喜吗？你要说真话把她不给得罪了，而且你心里也不好受，咱也不是那刻薄的人呢。就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确实存在这情况，我们管它叫善意的谎言。说这种善意的谎言也会承受一些代价吗？也会遭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吗？我告诉大家，善意的谎言，这个善意是指什么？很多人说那我对对方好为善意，不对。善意的谎言是你觉得自己是善意的，你怕说真话刺伤对方，所以你撒了谎，你觉得你是让对方心里好受点，不是。你撒这个善意的谎言主要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点，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刻薄，让自己获得一种自己是宽容的善良的一种假象。不光是善意的谎言，耿直的真话有时候都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就这么耿直，其实不是他耿直，他通过直接打击你说真话的方式让你觉得难受，他心里高兴，他痛快了。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真话和谎话你要分着看。有人说这个伤人的真话这很耿直，不是，可能他就图自个儿痛快嘴，就想感受一下你受到打击之后的快感。所以这种真话值不值得提倡呢？相反，我们说到善意的谎言，你这种善意只是让你自己觉得我是善良的，你不见得真的为他好，还有可能你撒这一个谎捧他，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这衣服明明穿着不好看，你说好看，他街头巷尾大街小巷到处显摆去，就有人背后说你看穿的那个模样，反而对他形成一种伤害。所以我告诉大家，什么是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是你自己觉得你是善意的，并不是真正的对对方是善意的。所以就这样的谎言，我们在生活当中尽可能要少一点做。有人说这个说完了会有什么后果吗？我告诉你，善意的谎言最大的问题是容易造成误会，
而这个误会首先对对方就是个伤害，然后会波及到你。我给大伙举几个简单例子吧，您一听你就明白。你比方说这个，咱拿武侠小说举例子吧，《射雕英雄传》咱们都看过，《神雕侠侣》也都看过。杨康的儿子叫杨过，杨过小的时候呢，父母就都没了啊，杨康先死了，然后穆念慈也死了。那么这杨过呢，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小孩呢本能的都把自己父亲呢想得很好，所以后来呢，他遇到郭靖、黄蓉，在桃花岛收养他，啊，这等于是自己的这个义弟的儿子嘛。所以这个杨过也问说：“郭伯伯、黄伯母，就我爸爸杨康到底是个什么样人？”这郭靖实诚啊，汤汤汤就想说，黄蓉就给他拦下了。黄蓉就跟他撒了善意的谎言，为啥呢？他怕这孩子刚进自个儿手，正好好扶他走正道呢。要真说他爸是坏蛋，他一再学坏了怎么办呢？所以黄蓉是善意的。同时呢，再加上黄蓉自己当年呢跟杨康的死有关，他也不想把这个仇恨的种子就埋在小杨过心里，所以呢，黄蓉就说你爸爸挺好什么的。郭伯母，你跟郭伯伯和我爹我娘是不是很熟啊？当然了，郭伯伯跟你说过了，你爹是他的义弟嘛。那一定知道我爹是怎么死的了。怎么你娘没跟你说过你爹的事啊？没有，每次我一问我娘关于我爹的事，她就只会在那儿哭，什么都没有跟我说过。就没说实话，这算善意的谎言。结果杨过后来呢，不断的碰到当年呢和他父亲有交情啊或者熟悉的人，一点一点他的思维就混乱了，因为别人也没有跟他说实话。到后来再一打听怎么回事，说当年我爸爸死跟这个郭靖、黄蓉有关，所以杨过有好几次差点动手杀郭靖、黄蓉。当然后来真相大白了，杨过并不是一个不能自省的人。你看他给他爸爸立一个碑，上面写着不孝子杨过立，什么意思呢？我呀不能跟你学，所以从这点来讲呢，我不算孝顺，但是我得做个好人，不能像你一样做坏人，这才有一代神雕大侠杨过。所以如果不是杨过是一个具备高度自省能力的聪明人，很有可能在仇恨的火焰当中啊就误入歧途了。你说你黄蓉当年撒了这么一个善意的谎言，到最后要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你说你撒这个谎有什么必要？完全没有必要。如果说这个误会呢得到圆满的这个收场了，在金庸小说里还有一个由于善意的谎言酿成的天大悲剧。咱们看《天龙八部》，《天龙八部》里边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萧峰啊，一辈子爱上唯一的一个女人就是阿朱，可是遗憾的阿朱死在他手里了。怎么死的呢？这个萧峰他苦苦在找这个当年呢害自己父亲那个带头大哥是谁，结果呢被坏人给陷害呢，把矛头指向镇南王段正淳。这个段正淳呢，阿朱是段正淳的这个女儿，算是私生女。所以阿朱知道这事儿呢，本来他应该先劝乔峰说呀，你的杀父仇人呢，有可能是你未来岳父，那是我爸爸，他得把这事说清楚。然后见段正淳说，你当年的干的坏事现在得罪这人呢，有可能是你女婿，不行咱们来个三方会谈吧，坐到一块商量商事儿怎么解决，这才是正道。可是阿朱呢，这时候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他想呢把这事缝圆了，因为他会易容术嘛，先假装成萧峰的模样，找这个段正淳改约会时期，因为萧峰跟段正淳俩人要在哪儿见面，这萧峰就要动手报仇嘛，他乔装成萧峰模样跟段正淳改期了，把段正淳支走，回头呢又假扮成段正淳的模样，当着这萧峰面就承认了，当年呢我害的一个孩子流离失所，当年呢我害的什么什么，给承认了。萧峰一气之下一个降龙18掌，等于阿朱就死在了交锋场。后来发现段正淳根本不是那带头大哥，可是大错已然铸成，怎么办？所以就说阿朱这个善意的谎言呢，等于事实上造成了天大的误会。如果他当初不撒这个谎，
那事情再恶劣，恐怕也恶劣不到这个程度，使这萧峰一辈子都生活在打死阿朱的阴影当中，把这一代英雄最后给逼成那个样子。所以我说，我们善意的谎言，你说出来，一样可能承担各种你想象不到的后果。所以今天呢，在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说了有关这个你撒谎之后的种种后果。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那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啊，有时候撒谎是不可避免的。说真话呢，可能会给我带来伤害。你要说撒谎，这伤害可能更大，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那其实呢，在这个领域，我们有一些这样的原则。北大的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啊，在总结在我们这个社会为人处世之道，说真话和撒谎之间，他有非常精彩的3点论述。他说，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坚持说真话，这是最大的原则。第二个，如果你不能说真话的时候，咱们尽可能保持沉默，也就是说呢，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那么第三个也很重要，当你不得不撒谎说假话的时候，尽量不要伤害人。有的人可能对这个不太好理解，他其实就是你迫不得已撒谎的时候，不要害人。如果真要害，咱们为了求得良心上的安稳，你宁可害自己，你宁可拿自己开涮。你要不明白这个，我给大伙讲个笑话吧，很有意思啊。就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那长得比猪八戒还难看，但他自己还认识不清。哎，咱别说了，咱就说猪八戒吧，《西游记》猪八戒唐僧这个故事很有哲理，甚至超越了佛教的智慧。说有一天呢，猪八戒呢见自个儿师傅唐僧，说师傅，我问你个事儿，我是不是世界上长得最难看最恶心的人？唐僧一听这话扎心了，难受了。为啥呢？说真话得把徒弟伤成什么样啊？太伤自尊了。可是说假话，出家人不打诳语还不行。所以唐僧想来想去呢，想了个办法，说徒儿啊，这个问题啊超出了为师的智慧，只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观音大士啊才能解答这个问题。说你是不是世界上长得最难看最恶心的人？这样吧，为师带你去南海珞珈山，到紫竹林找观音大师。就这么带着猪八戒见观音。到了紫竹林这儿呢，唐僧不想进去，说我进里边，观音一说实话，是不是赶上车祸现场了吗？我别听了，那徒弟你进里边去吧，你也熟，为师在外边看看风景。猪八戒进去了，唐僧在外边啊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说一会儿八戒出来肯定特难受，我怎么安慰他呢？我得怎么说呢？正琢磨这功夫呢，猪八戒出来了，哎呦，蹦蹦哒哒满脸欢笑出来了。唐僧很纳闷，怎么他还能乐出来呢？你观音跟你说了，怎么说的？猪八戒张嘴来一句，师傅问你个事儿。什么事儿？谁叫老梁？您听明白了吧？遇到这种情况，咱要勇于自我解嘲，这就是老梁的自我牺牲精神。著名的作家海明威啊，有那么一句话，叫人用2年时间学会说话，却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会闭嘴。我估计这句话呀，对于有一定生活阅历的朋友来说呀，您一定会体会比较深。你像以前曾经有一个类似开玩笑的一种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说人这一辈子的成长过程啊，其实都和这个撒尿说话有关。说你很小的时候，小孩憋不住尿也憋不住话，到了成长的一定程度，能憋住尿了，但是憋不住话，年轻鲁莽。等人到中年了，既能憋住尿了，又能憋住话了。到岁数大了，7老8十了，话是能憋住了，尿又憋不住了。所以你看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呢？就说人一辈子的成长过程和你控制自己说话有直接关系。一个很成熟的人，有城府的人，他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讲话，什么时候要闭嘴的。前面咱们说海明威说了，2年时间学会说话，用一辈子时间学会闭嘴。这个闭嘴有的时候啊，比张嘴说话还要重要。大家也都明白这道理，说言多必失，你说多了，你肯定容易出问题，容易被对方抓住把柄，抓住漏洞，进而攻击你。
甚至成为你因言获罪的一个证据。那么这一点呢，跟现实生活有的时候是矛盾的，就是我们在不该说话的时候，那很容易能管住自己，那不该你说话你就闭嘴呗，不用硬往上上吗？可是呢，该你说话的时候，你怎么学会闭嘴？就这个事情你还需要你发言，需要你表态，但是在什么时候停下来，什么时候闭嘴，这是人生的一大学问。今天咱们这期良知呢，就给大伙说说在成年人的游戏规则里面，什么时候闭嘴，这个节奏，这个关窍到底在哪？我给大伙说4种情况，是你在该说话的时候必须要闭嘴的时候。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展示自我的时候要学会闭嘴。有人一听这个觉得不对，你展示自我你当然得说了啊，我的能耐什么样，我如何如何什么，你怎么能闭嘴呢？而且就闭嘴得在什么时候闭嘴，总得展示完吧？不一定。为什么展示自我的时候你要学会闭嘴呢？就本来你展示的是自己的优点，你想把好的一面给大伙看，可是你说着说着说着，你可能认为好的地方，别人认为恰恰是缺点，你也可能说到得意的地方呢，把你的弱点暴露出来。所以就是你要在什么时候学会闭嘴，这对展示自我太重要了。以前的古希腊有一个大学问家苏格拉底，他呢对外呢招收学生，有的人到他这儿呢就等于说你能收我当徒弟吗？苏格拉底就要跟人聊你什么样啊？你以前学了什么呀？你的状态啊？你对知识的认知啊？其中就有一个学生在他面前滔滔不绝地讲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对老师你的了解，我对哲学的理解，我对什么这学问那学问理解，讲没完。结果这时候呢，苏格拉底对他做了一个手势，一边呢把嘴捂上了，另外一边呢伸出这个手指头来，2个手指头。人说是干嘛？胜利了？不是。苏格拉底告诉他，你现在马上闭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收你当徒弟没问题，我要收你2倍的学费。这是为什么呀？你收我2倍学费啊？苏格拉底说，我不光得教会你怎么说话，我还得教会你怎么闭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就你滔滔不绝的讲这东西，恰恰暴露了你一些浅白无知。你认为你是在炫耀你对世界的理解，但是在真正的老师面前，你的理解太肤浅了，反而把你心底一些不好的东西都给暴露出来。说这种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非常常见。你比方说有这样一个事，就是一个公司招聘，我曾经问过就是这个搞人力资源的，我说你招聘的时候第一眼印象很重要，你喜欢什么样的？他说这能说会道的人呢，我们都喜欢，因为这个业务有时候需要跟人开展沟通嘛。可是呢，如果这人太能说会道了，我就得注意了。我更加喜欢那种能够察言观色、时时闭嘴的人。他就讲了他招聘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就他招收这个职员的时候呢，来了这么一位，一问呢就是基本上情况一看呢都海归，什么各方面条件不错，一看呢说从到哪个国家留学？俄罗斯。他作为管人力资源的人就好奇了，为什么呢？你看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留学的很多，俄罗斯绝对是个冷门，留学的冷门。这样他在了解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去俄罗斯留学呢？这应聘者话匣子打开了我是个南方人我是个南方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见过冰天雪地所以我要到俄罗斯去，我要见识到自己没见过的事情。一听他这回答，这招聘人觉得可以这人勇于冒险呢敢于开拓新的领地，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他南方人没见过冰天雪地，就要到俄罗斯留学。没想到的是接下来这位话匣子关不住了，讲在俄罗斯我到这个彼得堡什么样，我到这个莫斯科什么样，我参观了红场，我要到哪儿品尝俄罗斯红酒。俄罗斯女孩太漂亮了，可是一过30就胖得不像样了。滔滔不绝地讲自己又如何到西伯利亚旅游，如何在森林里碰到熊，如何在蹦极的时候差点没掉下去等等，一气讲了15分钟。最后就逼得没办法了，这个应聘这位管人力资源行，就强制打断他了，就你别说了，意思是你说太多了。然后问他，那你对你现在要应聘这个岗位有什么看法？这位说不出来啥了，
只是支支吾吾的说了一点片言之语的东西，然后就说希望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学习。结果可想而知，这人就没被录用。他为啥呢？他多说这段不仅没给他加分，反而给他减分了。本来你看没见过冰天雪地就到俄罗斯去旅游，这是个好印象啊，说明你勇于开拓呀，勇于接纳新事物嘛，这挺好的事啊。可是后边滔滔不绝说了那么多，等真到你说对岗位理解的时候，说不出啥来了。这极容易让招聘的人认为什么？认为你在俄罗斯留学就不务正业，净玩了。你看你刚才说的有声有色了，到说到真需要有用的东西说你不行了。所以你看，如果这个人少说几句，前面就打住，就说我就是想见识俄罗斯和我家乡完全不同的东西，我想后边可能结果就是另一种结果。这就我们说展示自我的时候要学会闭嘴，千万别得意忘形的往前就走那么大一段。你这点不光是咱们普通人呢，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也知道，不是说了不起的人物我掌握更多资源我就可以滔滔不绝不在乎，不是那个样子。你看美国有一次发生这么一件事，那是艾森豪威尔从总统任上退任之后，他本身就是参加二战的将军嘛，有人请他呢搞个演讲。这演讲呢他是最后一个，因为他腕大，武行话叫传底，前面有5位演讲者，结果这5位演讲者讲的是又臭又长，就把该讲的跟这次活动有关事全讲的面面俱到。结果等到艾森豪威尔上场的时候，这时候已经晚上将近快7点钟了。你想大家是又饿又累，就听不进去演讲。艾森豪威尔上来怎么讲呢？讲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关于我们这次活动的所有内容和细节，我前面5位演讲者已经淋漓尽致的把它讲了，这些东西合到一块就是一个精美无比的文章。那么我已经没有能力再为这个文章添加任何一个字了。这样吧，文章也需要标点符号，我就给这个文章最后画上个句号吧。谢谢大家，再见。下台。开始底下观众没反应过来，隔了一会儿雷鸣一样掌声。为啥？这话讲的太得人心了，就跟我们开会的时候哪个领导讲一大堆，本来是把大伙都听累了以为散了吗，又来个领导在那啊，我现在再补充2句，你大伙气人不气人？多来气。所以艾森豪威尔就知道在这个时候应该闭嘴。所以我们说展示自我的时候学会闭嘴，这我不知道你听没听明白，这个关窍挺难拿，但是是你必须要学会的，因为本来展示自我是个好机会，你别把自个儿的事给演砸了。这是第一个，我们说展示自我的时候要学会闭嘴。第二个，评价他人的时候要学会闭嘴。就说我们对别人的评价吧，如果全是溢美之词，人家会觉得你挺虚伪，但是你要都是实话也不行。为什么呢？别人让你评价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呢是心怀坦荡，我就想虚心听听你的意见，但这样人不多。相当多的人，他让你评价他的时候是希望你说好话，他想听你赞美他，想你夸夸我，求求你夸夸我，是这个概念。所以你评价别人的时候，如果一旦你出现一些负面评价的时候，你马上要适可而止，学会闭嘴。你这一点我是有体会的。比方说我参加一些选秀节目，比方说星光大道，我在那点评选手的时候，如果他唱的确实好，我夸奖他的时候我可以多说2句。但是如果他有缺点，当然我这个人直言不讳，有缺点我既然去做评委我一定说，但是我说的时候一定要精炼，一下子点中你要害，然后就收。搁什么收呢？我开个玩笑，使个包袱，大家一乐，这事儿就过去了，避免尴尬。可有很多人呢，他掌握不了这个闭嘴的分寸。我举个例子，一个地方这个有个作家协会，为了方便作家沟通交流呢，就拉这么一个群，所有的作家都在这群里边，然后说这样大家把自己最近写的东西散文呢短一点发到群里边，然后呢大家评论，互相评论可以提高吗？你说说你看法。结果就有那么一位呢发上自己的一篇散文，然后下边写上希望各位哥哥姐姐多批评，诚恳的批评，狠狠的批评。结果这里头就有一位看不出听来的主，他既然你让我狠狠的批评，那我就说说吧。说你这文章写的很平淡，我看完没留下印象。然后他评价完了，这作者呢回复了2字，谢谢。这时候你就应该看出来，如果他真是欢迎你批评的话，
他一定会对你说的有反应，他或者解释，或者呢，要跟你交流一下。就2个字谢谢，明显是敷衍，他没看出来。接下又评，主题如同白开水一般，这样的主题有多人写过，再重复很难写出新意。把这几句发上去，人家回2字不耐烦了已经。他还不知道，接下来又开始发了挺长的，你这儿怎么不行，那儿怎么不行。完了，结果人家没再回。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他们这是一个群吗？他俩本身也有微信了，对方把他拉黑了。你看，这不就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吗？他以为你让我诚恳的批评我就批评，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评论很难干呐，我就是搞评论的，我太清楚这个了。你在生活里边还有这样的事，你可能这更常见。这人交了个女朋友，跟你是哥们儿，找你啊，兄弟，你看看我这对象咋样？你想想，人俩交女朋友正好的时候，也没说黄，没说啥，让你说不就想听2句好话吗？说兄弟你有眼光，你这朋友长得还漂亮，性格也好，绝对贤妻良母。结果你这看不出这情况，趟我看他不咋地，那这不怎么地，而且你看他那眉毛眼睛长得，那有可能那就有可能如何，说一些不好听的。你说你这哥们不恨死你了，甚至想，哎呀，你是不是你看上他，想把我俩搅黄了？你看，就很多人让你去评论，其实他怀着心就想听好话。他所谓向你征求意见，其实就让你顺着他说呢。你说你这时候评论别人的时候，你不知道闭嘴，还什么时候闭嘴啊？就你得看出他的到底是真心实意还是虚心假意。我告诉大家，绝大多数想听别人评论自己或者评论自己相关人士，是想听好话，谁听了坏话都不高兴。所以我们说这时候我们讲叫评论他人要学会闭嘴。第3个，什么时候要学会闭嘴呢？就是涉及到你自己这时候这状态，说我正春风得意的时候，你越是春风得意，你越要学会闭嘴。有人说这怎么理解？我再举个例子啊，这个同学聚会，有的多少年都没见了，现在人到中年了，愿意往一块聚，觉得这交情不错，好，那聚会咱拉个群吧，咱们这同学都在这群里。一般来说就聚会不来的，他也可能愿意加入这群里边，这不费事吗？结果就有这么一位女同学，自己在群里呢经常发什么呢？她最得意的就她女儿，她女儿很优秀，学习好，长得也漂亮，她就天天发她女儿照片，发她女儿成绩单。你一回2回行啊，时间长了你成了炫女狂魔了。人家有的那家庭孩子没你优秀的，人家不愿意看这玩意儿。结果过一阵时间呢，这个女同学她的女儿考上清华大学了，咵晒一个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完了底下还来一句，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你不把那些考不好的那些孩子家长都气死了。结果这么的不断的炫耀，最后群主是他们班班长，原来班长一看大家对你都有意见，一开始他一炫耀女儿说大伙儿回2句，你女儿真漂亮，你女儿真优秀，我就很羡慕你。到后来炫耀次数多，大家来气了也不回来，一直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下来，他又炫耀，这班长是群主，就把他给踢出去。为什么把他踢出去呢？这班长有个儿子，这儿子调皮捣蛋，啥也考不上。你说一看你这么炫耀自个女儿，他得气成啥样，就把他给踢出去。当然这个班长气量也挺窄。然后呢，这个女同学想，你凭啥把我踢出去啊？咱俩之间也有微信呢，我问问你吧。结果一看，人已经给他删除了。这就告诉我，春风得意的时候要特别学会闭嘴。说为什么是这样？你想想，如果你是当领导的，你跟员工，你春风得意的时候你炫耀自己，可能员工会挺羡慕的。或者说你本身你大伙都认可你，你说2句也，但问题很多时候你在春风得意炫耀自己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一帮失意的人。你记住，人在失意的时候特别脆弱敏感。我举过那例子吗？从外地回来带回些礼品给亲朋好友，谁日子过得最惨，谁混得最不如意，我要把最好的礼品第一时间给他。如果你给他的是差一点的，他肯定多心，你是送礼还不如不送。或者说你给完别人再轮到他，我人微言轻，最后再轮到我，他肯定多想。
所以你越是你得意的时候，你要注意不要伤害失意的人。林黛玉在贾府时候不就敏感吗？人家周瑞家的替王夫人往下发各种花，最后发给林黛玉，林黛玉马上就多心了啊！是不是别家姑娘挑剩的，最后给我了？因为她寄人篱下，她多心吗？所以就是我们在面对失意的人，他这时候很痛苦、很脆弱的时候，你说话可千万留心。就你炫耀，你也要跟同等的，就对方条件也挺优越的，你跟他炫耀炫耀无所谓。咱人有时候吧，有点小得意，有点好事真是藏不住掖不住的，这没什么。但是面对失意的人，一定要学会闭嘴。你这儿，比方说你考公务员考上了，人家考7、8年没考上，你在他面前，哎呀，这题出的也不难，我都答上，那把人气死吧的呀！所以一定记住这个。我说第三，春风得意的时候要学会闭嘴。最后还有一点更加重要，涉及隐私的时候要学会闭嘴。说怎么叫涉及隐私的时候学会闭嘴？有的时候啊，你知道了别人隐私，他是你的朋友，他主动告诉你，你记住，无论他说不说让你往外传不传的事儿，你都不要往外给说。为啥呢？保护朋友的隐私是你作为朋友应尽的义务。即使这个隐私露出去，那也得是要说也得是那个人自个儿说，也轮不到你说。我讲一件事儿，这历史上的事儿很有意思。这朱元璋，咱们都说朱元璋虽然是皇帝呢，当初出身很低，安徽凤阳那边要过饭，当过和尚，当过乞丐，后来又从军，反正很惨。他小时候呢都没有名字。朱元璋的名字小时候叫什么呢？就很简单，叫朱重八。他因为是8月初8那天生的，还有说法呢，说他是家族大排行排行老8，但基本上8月初8生的，8月初8生的俩8嘛，朱重八。他的朋友里头呢，有姓胡的呢是初3生的，就叫胡三儿；有姓车的是初4生的，就叫车四儿。这胡三儿、车四儿、朱重八，这哥仨铁哥们儿。那时候天下农有心连心，穷不帮穷谁照应，都在一块混。后来呢，这朱元璋混好了，投靠郭子兴，然后起事打败陈友谅、张士诚，废豪上尔都应天，坐镇南京呢，成了1368年大明的开国皇帝，混起来了。但这个朱元璋也挺念旧，说当年我那些穷哥们啥样不知道了，我现在混好了，找着他们，就把这个胡三儿跟车四儿给找来了。结果这2位见朱元璋，最后效果可不一样，一个被朱元璋给杀了，另一个做了官了。什么原因呢？这胡三儿见到朱元璋，哎呦，热泪盈眶啊！那要不是有大臣挡着，都上去我得抱抱你。哎呦，兄弟啊，八兄弟啊，当年咱们得多好啊！我看到你我都哭啊！你现在混好了，当初你记不记得咱哥仨多惨？给地主家打长工，那一没干好活啊，那地主那嘴巴子打的咱们啪啪的，跟不要钱的似的。哎呦，给我们打的，那时候咱们都受老屈辱了，你那时候也更窝囊，你体格还不如我们呢。你记不记得有一回？说到这时候，朱元璋脸色都变了。为啥？他当皇帝了，你把他当年这些隐私这些事儿不光彩事都抖了出来，就好比我们这有俩同学似的，我在屋里开会，正对着我的部下布置工作呢，很威风的。这俩同学推门进来，二狗子晚上到哪儿吃去？你说你这脸怎么了？朱元璋这时候是脸上挂不住，而这个胡三儿不知道闭嘴。哎，你记不记得那次咱们饿都不行了，从地主家偷豆子出来，那豆子生的得煮熟了啊，咱们就到那个芦花档里边偷着煮，搁那罐子煮，结果着急吃把罐子都打破了，这汤啊都洒到地上去了，然后那豆子你也顾不得脏不脏了，从地里把豆子抠出来，半生不熟就往嘴里咽，结果抠的时候顺手那地上有那个红叶草，你都给抓起来吃到嗓子里的，结果卡住了，上不去下不来。你这上面背过气去，我们哥俩一看这不行啊，抓一把青叶子塞你嘴里，来顺顺，你咽下去了。这时候大臣里都有憋不住要乐的，朱元璋这脸真挂不住，哪有你这么干的？给我推出去砍了，就把这胡三儿推出去给杀了。你看看这事儿弄的，就这种隐私你不能随便说。他现在是皇上，别说是皇上，就普通人，这时候你见的旁边有人看着，他不得要点面子呀？而且他这事儿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要说也得人自个儿说呀。所以这胡三儿倒了霉了，倒霉到什么上呢？芦花档里边偷吃豆子，把罐子打碎了，然后这汤都进土里了，
把这豆抠出来，把红叶草带嘴里噎住了，用青叶子给顺下去，就这么个事儿。转过天召见这车四儿，还是这些事儿。车四儿也没撒谎，也说了，可是人家保护隐私保护的好，该闭嘴闭嘴，一进里就扣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看到你了，我很高兴。朱元璋也是动了点感情，这是哎呀，您这不若不是当初得蒙皇上提携，我恐怕远远没有今天呐，我可能死在乱世之中了。今天见着皇上，哎呀，鸿运浩荡，全是拍马屁的话。朱元璋也试探他，那当年咱们在一块儿那些事历历在目，可不是吗？你听车四儿怎么说这偷豆子被噎着这事儿，说当初啊，我跟随皇上随驾征战泸州府，打破了灌州城，汤元帅土遁，擒住窦将军，红孩儿当官，多亏清军师解围，方才过关。你听明白这句话吗？随皇上起驾扫荡泸州府，就芦花荡里边，打破灌州城，就把那罐子给打破了。汤元帅土遁，那汤都渗到地里去了。擒住窦将军，从地里把那豆抠出来吃了。红孩儿当官，那红叶草把你嗓子给噎住了。多亏清军师解围，方才过关，抓把青叶塞给顺进去了。你看你这么一说，别人也听不明白，朱元璋明白，这叫什么？用隐语来保护隐私吗？你说高明不高明？非常高明。结果这车刺儿封官了，得好了。所以这隐私这东西你不能随便泄露，尽管是最好的朋友，要说也得他说，也轮不到你说。有人说老梁，你说这讲故事的吧，我听着不是真事儿。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我就举例子。你要听真事儿，还有我给你讲个真事儿。这是朋友之间发生的。这个女孩呢，这个请了婚假，结婚，然后呢又回来的时候，原单位这些人说请大伙吃个饭吧，我结婚了。单位同事来一块吃饭，吃饭的时候，这个桌上就有同事问他：“你老公是哪儿的人呢？”这时候他答：“啊，我老公石家庄人。”结果他这话刚说完，有一个她的闺蜜跟她关系不错的，不对。什么石家庄人？你不跟我说你老公是农村的吗？你说这时候得多尴尬！一个结婚让别人以为他还吹牛。当时这女孩就脸上挂不住啊，她是那个家是农村的，但是归石家庄管。你看看，这时候桌上都没人说话了，没法弄了。隔一会儿呢，有人又说：“那你看今天晚上咱吃饭，你咋不把你老公叫来呢？”她刚才那闺蜜还没记住，没等她说话，这闺蜜说话。那他晚上兼职挣钱的人哪有功夫陪咱们？你看看，讨厌不讨厌？兼职挣钱不能来陪，第一个说明家庭条件一般，得办病去；第二个说明也没拿着媳妇当回事儿，请同事呢，你看人家该干活干活去。你说让这女孩这脸往哪儿搁？所以这饭桌上这个氛围啊，就格外的尴尬。结果这女孩不愿意了。半开玩笑是对她那闺蜜说：“哎呀，是我老公还你老公？怎么你知道比我都清楚呢？”听着是句玩笑，这个玩意儿是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人都听出她不高兴了。后来她跟这闺蜜就因为这点事就弄掰了。这是她的隐私，要说也得人自个儿说，哪轮到你往上说？你说完了，她面子挂不住了。所以我说，涉及隐私的时候，一定要学会闭嘴。所以你看，咱总结这几个啊，人怎么学会闭嘴？我前面说这几点，您一定得记住啊！他这是很有层次感。展示自我的时候要学会闭嘴，评价他人的时候要学会闭嘴，春风得意的时候要注意闭嘴，涉及隐私的时候一定要闭嘴。有时候祸从口出，往往就是隐私上出来的。所以学会闭嘴，要用你一生的功力来去控制它。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老梁啊，你说没说服力，为啥？你说别人说闭嘴行，你闭住嘴了吗？那网上我一翻5000多期你半小时的节目，你天天在嘚一劲说。我告诉大家，这事儿不能拿我比，为什么呢？说话是我的职业，我要指这个安身立命，或者说指这个痛快的。当然难免你话说多了，有的地方不对，
有的地方伤人，而且你也一定为这个会承担一定的后果，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是职业的说话人，和您各位可不一样。哎，我说话是可以挣来钱的，您各位说话不一定挣来钱，可能还得赔钱。所以您各位一定要学会闭嘴。即使像我这样的职业说话人，我也知道闭嘴的关窍。我说个我的事儿吧，很有意思。我呢，现在糖尿病这是喝不了多少酒了，原来酒量很大。但是呢，你酒量再大，在我们东北那地方喝酒啊，难免你得有喝多时候。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确实喝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我知道我一站起来走道就得打晃，甚至就得摔那去，就已经喝到这程度了。那么这个时候，这在酒桌上呢，还有些人要跟你说话呢，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吗？不能吱声，一定得闭嘴。谁要跟我说话呢，我就冲他笑，我不吱声。为啥呢？你不吱声一笑，谁也不知道你深浅，谁也不知道你想什么，不知道想什么，他就琢磨这人你看很冷静很什么的，他不会认为你喝多了。因为在酒桌上就这样，如果你喝多了被别人看出来，酒你都控制不住，我还能相信你啥？怎么能相信咱俩在一块能合作做点事儿呢？所以一定得控制住。这个时候我用的方式就是最简单的招，闭嘴。如果我那时候喝多了，一旦要张嘴坏了，你说老梁怎么？兄弟，我那天我跟你说多少回了，露馅了。我不吱声，我闭嘴，我冲你乐。呵呵，你以为我胸有成竹呢？你以为我胸中自有百万兵？所以我说，有的时候为什么佛教里有句话叫一默如雷，就这个意思。你不吱声，有时候比吱声要管用的多。所以海明威说，2年学说话，一辈子学闭嘴。希望大家不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在恰当的时候你就知道闭嘴，知道适可而止，那你的人生将可能由此会有很大的不同。